早上好，現在早上8點多，我們就已經到了布萊德湖跟前，準備沿着湖轉一圈，然後之後我們上一下這個湖心島。哇，這就是斯洛文尼亞最有名的景點了，後面就是雪山了。有人說，斯洛文尼亞是歐洲被隱藏的珍珠。我們這場自駕之旅就從如詩如畫的布萊德湖正式開啟，翻越橫跨國境的阿爾卑斯山區，在這裡每1公里都是極致的視覺盛宴。我們深入過震撼的地下溶洞，也在海邊小鎮皮蘭邂逅了亞德里亞海最溫柔的日落，最後回到它的心臟盧布阿雅納，在這座充滿愛的城市感受慢節奏的歐洲生活。湖邊居然還有天鵝。這個槳還挺重的哎。等一下，我們就是坐这個小木船，這斯洛文尼亞傳統木船叫什麼 Plana， 然後坐船到對面的這個湖心島。現在說是9點才開船，等一下吧。從高空俯瞰，才能真正看清布萊德湖的全貌。這就是湖中心最著名的聖母瑪利亞教堂，也是斯洛文尼亞唯一的天然島嶼。在雪山的環抱下，這種層次感真的是顏值巔峰了。我肚子餓了，船要再不來，要不然咱先回去吃飯吧。實在太困了，回去補個覺先。2000 years later， 布萊德湖開始變得熱鬧起來了。我們決定避開人群，駕車半小時去探索更原始、更靜謐的博西尼湖。我也沒有想到，在斯洛文尼亞居然能看到雪山，這個地方還是個滑雪勝地。原來斯洛文尼亞也是可以滑雪的。很多人都說布萊德湖是斯洛文尼亞的一個明珠，但是我覺得這個旁邊的這個湖叫博西尼湖，好像叫這個名字。這個湖更漂亮。我們現在坐纜車上來，花了29.5塊一個人的門票，然後纜車票上來之後就可以看到整個的雪山。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夏天應該會更漂亮，因為現在雪很厚，還有很多滑雪人。夏天的話，等雪都化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徒步啊，幹嘛的，樹葉都綠了，應該會更美。还晃得厲害。我感覺這個博西尼湖就特別的悠閒，就不像布萊德湖人那麼多，這就是他們本地人會來的地方了。好像這個地方還可以坐個遊船，是不？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租一個船，然後在這個地方划划槳，就特別舒服和愜意。水還倒挺冰的。這湖裡好像沒有魚哎，有很多水草就是了。如果說布萊德湖是精緻的明信片，那博西尼湖就是大自然最原始的呼吸。這裡沒有擁擠的人潮，只有被朱利安·阿爾卑斯山環繞的深邃湖水，透明的讓人心碎。看着湖裡的皮划艇慢慢划過，這裡沒有遊客，只有這片屬於你自己的安靜曠野。我們等到日落的時候，在布萊德湖，現在看到整個太陽灑在這個湖心島上，太漂亮了，感覺遠處比近處更好看。島我們就不上去了，因為今天的坐船人太多了。上這個觀景台20分鐘，然後在更高處有一個30分鐘，我們去看看能不能看到日落了。恭喜你，已經走了5分鐘了，現在還有25分鐘。
加油！讓我看看還有多久，20分鐘。哎呀，我觉得应该带上巧克力。哎呀，我每次爬上坡都把我折腾的，一下感觉就累起来了。其实要真是爬上20分钟，反而应该就好过了。哇塞，看我看到了什麼？現在快到山頂上了，才走了10幾分鐘就已經看到這樣的景色了，簡直太漂亮了。我沒想到這段路這麼陡啊！今天穿錯鞋，還穿了一個有跟的運動鞋，應該穿徒步鞋上來。我以為就是普通的徒步的道路。哇，這麼陡的台階！剛才聽一個英國小哥說，走完這個台階之後，應該就會到第一個觀景台，不知道第二個還有多遠。我的天哪！這是不是跟湖心島一樣，沒有99級台階，也得有個80級了吧？走。看一下時間，現在6點40，也就是日落是7點40，也就是日落前1個小時。現在已經太陽沒有灑在這個島上了，我們就差大概5分鐘時間。不過剛才在下面也拍到了，就是有陽光灑在這個島上的畫面。現在日落現在已經斜射到西邊了，這才是布萊德湖的正確打開方式吧。現在陽光還照在雪山上，還有東側的村莊裡。真的是太漂亮了，還有比這更美的地方嗎？我覺得也就是看到了無人機的畫面吧，無人機看下去估計也是這個樣子了。清晨的第一缕陽光，不是麥當勞的麥香豬柳蛋漢堡，而是這個斯洛文尼亞的香腸、奶酪，還有這個麵包吧，開啟我們元氣滿滿的一天。今天我們打算去阿爾卑斯山，斯洛文尼亞這邊其實還有阿爾卑斯山最末端的一部分，然後我們準備去探索一下，去一個叫羅加斯卡山谷。昨天呢沒有穿徒步鞋，搞得腳疼的不行。今天我準備看一下天氣，看一下我們今天徒步的量大不大，去看一下要不要穿個徒步鞋、徒步褲什麼的。酸奶，這是什麼？弄個草莓的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阿爾卑斯山的一小部分其實在斯洛文尼亞。開車經過初春的草地，我們今天準備探索斯洛文尼亞的阿爾卑斯山，看看還有什麼驚喜在等着我們。看我們接下來的盤山公路，一堆都是這樣的彎道。剛才翻了個山，結果從斯洛文尼亞就直接到奧地利了，現在就在奧地利的境內了。這兩個國，然後那個海關就建在這個盤山公路中間的一段，特別神奇。雖然沒有人，我就在想說，每天上班也，你看他得開這麼一長段才能到這個地方。看，又離開奧地利了，又回到斯洛文尼亞了。這個應該在上面貼滿了一種標識，這個就顯示你已經到斯洛文尼亞境內了。我們就短暫的在奧地利開了半個多小時，現在又回到了斯洛文尼亞。終於到觀景點了啊！開了1個多小時的車，好累啊！看着這延綿不絕的雪山，斯洛文尼亞還是很漂亮的，比我想象中漂亮的多。我以為這邊都沒有什麼雪山了。在斯洛文尼亞有一片佔據了國土4%的荒野之境，那就是特里格拉夫國家公園。從這個高度往下看，滿眼都是密密麻麻的原始針葉林，
這種上帝視角下的綠意非常有衝擊力，空氣裡仿佛都能聞到木頭清香。繼續往前飛，就能看到聖普里莫斯教堂，它孤零零地立在山脊上，是很多攝影師一定要來打卡的標誌性機位。在群山的環抱下，這座小教堂顯得格外安靜。這種人文建築與自然曠野的平衡感，確實是這次自駕旅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畫面之一。好可愛的狗啊！哎，真的很可愛，它還在那吃雪呢。走右邊会好一些，右邊這邊。它应该比我重吧？快上去，你主人都上去了。哎，别走啊，正拍你们俩呢。那我们要不要原路返回，从那邊再過去？我看人家都是從那個地方往上走，是不是走反了呀？沒有路了。然後或者我們就這樣子沿着這兩個人的路線這樣往下走，然後翻過去，近一點。它不顯示它還要往前走嗎？那你再往那邊走看一下。我們又相遇了，這隻生無可戀的狗，哎，它看見我之後，它就高興了，跟我打個招呼。哎，沒事，15分鐘就到了。就是個這，飛流直下3000尺。這瀑布也不怎麼樣嘛。看我後面的雪山，一片一片的，太漂亮了。Hello。從山谷離開之後，我們又開了1個半小時車，來到這個孤獨教堂，這也算是個新晉網紅吧。我其實沒對孤獨教堂抱什麼期望，因為看了太多了。但是因為我們一路開過來，這個位置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就是一路都是山路，後半程大概有20來分鐘都是山路，就是那種山路18彎。過來了之後，它就在茫茫的雪山前面就有一個教堂。我看了一下它的方向是東北向，也就是日出的話，其實就會在它的後面，應該會更漂亮。我準備飛一個無人機，我們看看無人機的畫面吧。眼前這座孤獨教堂，它遠離了城市的喧囂，獨自守望着下方的山谷。這種建築布局不僅是地理上的地標，更像是當地人某種精神上的寄託。裡面要90分鐘哎，現在把衣服拉鏈先拉上，帽子戴上，裡面太冷了。說裡面只有10度，一會兒戴上帽子，現在有點早。這邊的話是按語種分類的，
感覺像是在遊樂場一樣，这个过山车馬上就要衝出去了。我感覺這個子再高一點的話，頭可能都會撞上。從這個視角來看，我坐在第2排，哎呦呦，我的天哪！感覺剛才差點就碰到了。來到斯洛文尼亞，一定不能錯過波斯托伊納溶洞。我們要先搭乘一段復古的小火車，深入地心去探索這個長達24公里的地下世界。這裡的鐘乳石和石筍形態各異，壯觀的地下音樂廳更是讓人震撼。這種完全獨立於地表之外的奇幻景觀，真的會讓人忘記時間的流逝。好多小佛像啊，我感覺這一個個都像觀音啊、菩薩這些的。這個溶洞真的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好多。不過也是，它能容納得下雙軌的火車來回運行，那肯定裡面感覺就是一個地下世界一樣。其實這個溶洞裡面的這個小火車1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了。這裡面不僅是有可以舉行音樂廳，還可以跑小火車。我覺得你騎個自行車在裡面逛就得好久，而不是24公里嘛，可以跑個小馬拉松了。我還以為那有螢火蟲呢，原來是每個人掛了個講解器啊。在這裡每走一步，都像是穿越了一段漫長的地質發展史。身邊的每一根鐘乳石都經歷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年的生長，這種感覺真的非常奇妙。10萬年前就長出來的東西，你們覺得這個東西像什麼呢？那沒有人考慮過這個問題嗎？你說頭頂上那麼多頂針，這萬一哪一個掉下來了呢？那說不定地質運動啊、地震啊啥的，是不是突然咚給掉下來，不就砸了嗎？舉辦活動的音樂大廳，這真的其實可以舉辦音樂會，這也太大了。你看看，這就是我的小火車，我們今天坐過來的這個，長得是好欠打的樣子，買一個紀念品吧。都看不見了，我剛才最後坐這個5公里的這個回程的小火車，感覺要凍死了。現在太陽灑在身上，感覺這個冷氣正在蒸騰中。告別了高山與溶洞，我們一路向南，隨着海拔降低，窗外的色調也開始變得明亮起來。猜猜我現在在哪裡？我現在這個海邊不是在意大利，也不是在克羅地亞，它還在斯洛文尼亞。這是一個叫皮蘭的小鎮，是不是很難想象？早上我還在地心看溶洞，下午半個小時我就來到了海濱小鎮。這種地方真的在其他國家很難遇到哎，因為斯洛文尼亞太小了，感覺什麼地貌都有哎。這就是皮蘭，斯洛文尼亞最有意大利風情的海濱小鎮。它坐落在一個狹長的半島上，三面環繞着湛藍的亞德里亞海。穿行在那些迷宮般的石板小巷裡，你會發現，這裡的威尼斯印記無處不在。無論是精緻的塔爾蒂尼廣場，還是高聳的鐘樓，都透着濃厚的中世紀質感。我怎麼覺得這樣子看這個小城有點像意大利的五漁村呢？也是在海邊，紅色的屋頂，白色的房子，後面也是綠色的樹木，長得都很像。難怪人家這邊的地名的話是上面是斯洛文尼亞語，下面是意大利語。
當日光開始傾斜，亞德里亞海迎來了它一天中最溫柔的時刻，整座皮蘭小鎮在夕陽下泛起了一層金紅色。從這個視角看過去，連綿的紅屋頂和深藍色的海水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。這種畫面不需要任何濾鏡，自帶一種電影般的質感。看着太陽一點點沒入海平線，整片海域都被餘暉染透了。很多人說，皮蘭的落日是斯洛文尼亞最不能錯過的部分。確實，這種實景帶來的視覺衝擊力非常震撼。隨着最後一抹餘暉消失，小鎮的燈火也開始慢慢亮起。感受完這份海邊的鬆弛，我們要出發去旅程的最後一站——盧布亞納。來到首都盧布亞納，第一感覺就是這裡真的很小巧。整座城市被鬱鬱蔥蔥的綠植覆蓋，節奏慢得完全不像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。盧布亞納河穿城而過，河兩岸到處都是露天咖啡館。這裡曾經被評為歐洲綠色首都，不僅市中心完全禁止車輛通行，空氣質量也特別好，走在街上非常舒服。斯洛文尼亚最有名的肉肠，我看那个大叔烤的脖子都快没了，尝一尝好不好吃？好香啊！我蘸一下里面的酱，味道不錯。现在站在城堡山上俯瞰整個全城的風景，我沒有想到盧博亞納也是可以看到阿爾卑斯雪山的耶，真的是太愜意了。伴隨着在斯洛文尼亞最後一根冰淇淋，我們的這趟自駕之旅也畫上了句號。再次翻越阿爾卑斯山區，車窗外厚重的山巒和我們來的時候一樣震撼。伴着這滿天的晚霞，已經開始期待下一次旅行了。那我們下次見嘍！